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7日晚间21点3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由于美股不开盘周六周日两个交易日不开盘，所以我们直接说比特币。比特币目前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同时处在一个反弹收敛的结构当中。这个反弹收敛呢是由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构成的。我们看到这个反弹的结构没有触及到近焦点位附近近焦点和焦点位置附近呢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区间。目前来看，它仍然处在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两个时间级别的收敛震荡反弹的过程当中，所以呢这轮反弹我判断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同时呢这轮反弹是为了回补周线级别第三轮下跌西游第三轮下跌西游走到8间阴线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低点17605这个低点形成之后，日线级别的反弹对当前下跌形成的缺口进行回补动作也就是说目前的反弹呢是对下跌形成的筹码缺口急跌形成的筹码缺口做第一轮次的回补。第一轮次回补结束之后，我认为行情还容易走下来接近17605或者是在2万美金附近形成一个反复的底部形态之后，最终比特币的价格跌破17605走出一个新低。在当前行情当中，我认为反弹是能够继续走下去的。第一点呢是由结构上的原因它能够走下去，第二点呢是外围市场美股日线级别在12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美股反弹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稳定是外围市场包括比特币还有这个A 股市场反弹的一个温床所以呢国际形势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形势目前是一个温和的形势。那第二点呢，目前反弹的结构目前反弹收敛的结构它仍然处在一个稳定的结构当中，所以呢目前比特币处在一个横盘震荡并且有反弹趋势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说了做一段行情你无论多空，你要知道目前是什么趋势。那目前是下跌，是一个熊市下跌过程当中的反弹。那在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做多头的多头来是我们目前做反弹的一个方向。那当前的位置呢，我认为虽然从最低点17605到最高点已经反弹了接近40%了，但是呢上方仍然有空间。为什么说仍然有空间呢？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的结构前面的波峰连线它的这个结构在28000美金在28000美金对当前行情构成了一个阻力那我就认为我上方的空间是在27500到28000这里面虽然有阻力但是我们在反弹过程当中这里也是一个目标位。同时呢均线系统正在缓慢下降，这个均线系统呢给出我们另一个阻力位，也就是3万美金，这样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反弹的目标区间27500到28000这是这段行情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反弹的目标位。同时呢从 K 线西游角度出发K 线西游角度出发呢，两轮目前是第三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目前走到这里呢，仍然在价格上和结构上它是处在一个沙僧位的位置上我用红圈分别画出了悟空阳线、8间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那目前处在沙僧震荡位的这个条件下，那上方就有一个唐僧位也就是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有可能出现目标位也就是在27500。那我们从结构从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
这2点从技术面就给出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反弹趋势，并且我们是有目标位的。同时呢，在这个行情里面，我们应该也设置一个止损位。这个止损位呢，我认为是8节阳线，是日线级别8节阳线的一个开盘价的位置。这个开盘价大概在21500这也是多头方向上的一个止损位。那在比特币非常稳定的情况下以太坊和 ETC 目前是行情当中的排演我们看到了当前这个以太坊反复围绕1700美金做反复横盘震荡。为什么在这里震荡呢？我们看前面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打哪儿甜的，对吧？行情的前面的震荡过程当中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震荡收敛三角形，其中波谷的连线就构成了目前在1700美金，以太坊在1700美金这里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位下跌下来之后再反弹上来，这个压力需要通过横盘震荡来消化掉这里面的压力。所以呢，目前以太坊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走完了一个整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1700美金需要盘整震荡。同时呢，我昨天说了上方压力位大概是在2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很容易站上来。为什么容易站上来呢？我们看到当前的结构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我们看到是前面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但是呢，我们把这根线重新连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窄的收敛结构在变形之后已经发生出来。这个窄的收敛结构呢，是前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连到当前的结构上变形而来的。我们说了一个窄的收敛结构是酝酿多头的一个温床。当前的窄的收敛结构呢，你要忽略掉底部的这个位置，把上方看成它的一个完整结构。在这个窄的收敛结构当中，越接近焦点位附近越容易发生突破。所以呢，虽然当前以太坊的行情在1700美金附近非常磨人，但是呢，它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个结构的变化呢，这个结构的产生呢，是依托于前面结构而来的。我们说历史 K 线会带给当前 K 线很大的影响这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发现的。同时呢，以太坊目前强势于比特币走出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有可能做升一个时间级别的上涨西游。那升一个时间级别就是周线级别，目前处在周线级别的一个沙僧位上。所以呢，悟空八戒沙僧唐僧这是从下往上数，悟空八戒沙僧唐僧周线级别上的一个沙僧位。那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它就有可能做出下一周的突破，下一周做出这样的突破，最终呢站到2000美金附近。但是2000美金附近是我们需要埋伏空单的一个位置，开始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弧形的顶部是我连了很久的，这个位置上呢一直存在压力，2000美金附近一直存在压力。所以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布局空单尽量在回落的过程当中去布局空单因为呢上涨也是有惯性的它有可能到2100，也有可能到2200。你如果在2000美金布局空单的话，你有可能达到你的止损如果到2200的话，你10倍杠杆直接爆仓，对吧？你的本金如果不增加这个保证金的话，很容易爆仓。所以呢，参与行情多空方向甚至阻力位我们都清楚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什么呢？控制你的仓位设置你的止损，控制你的心态
尽量做到什么呢？顺势而为，只有顺势而为呢，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得最大的利润获得最大的利润。同时呢，比特币和以太坊震荡盘整的过程它是山寨币多头发育的一个温床。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山寨币我的一个行情的提示软件已经给出来了在这里已经给出来了非常多的多头已经出来了这些多头包括 WOOM、BEAM 这好多。我们在选择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一些相对来说强势的我拿这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PNT 最近走势非常强势，上方呢是120均线和133日均线这两个均线如果站上去之后，可以用均线作为止损位做这个现货上的多头。还有这个 ATM 目前已经站上来了，我们也可以布局一下这些币种呢，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上，它们之前的下跌幅度非常凶狠，因为它们是山寨币。山寨币特点是什么呢？大量筹码处于庄家手里一段拉升之后，他们可以把手里的货大幅抛售。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已经有很多币种出现类似 ATM 这种95%以上的跌幅，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些山寨币很多又存在机会了因为这个山寨币它有这样的特点就是拉高出货之后底部形成庄家呢还会回来重新吸收筹码，和我们股票一样我们股票有吸锁拉洗抬氧套杀这一系列的套路。那虚拟货币一些庄家比较看好的虚拟货币它在抛售之后还会回来杀一个回马枪这个回马枪对我们散户来讲就是一个浪子回头币。什么是浪子回头呢？本来他是一个坏人，对吧？非常坏，十恶不赦但是呢，他有一天回头了，你会感觉这个人非常好，人性的光芒在这里面发射了出来。所以呢，抄底这个动作呢，要做这种浪子回头币但不是每个币都会这个浪子回头它有一段反弹之后呢，你要懂得适可而止，要适当减仓，而不是空仓要记住有一段利润之后要做减仓动作，但不是空仓，不能把所有筹码全部抛售出去。在虚拟货币市场当中有币才有钱赚，没有币行情和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没有钱赚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即使是浪子回头币，即使这个行情再好或者是它有回调的话，无论它做什么样的动作，在获利一定情况下可以做减仓动作减仓动作完成之后呢，很多人看到币价重新又跌下来之后跌破它的最开始的成本价了，它容易做什么呢？它容易做回头动作这个回头动作呢，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很多时候它会扣下来直接扣杀把你的本金和利润全部带走那我认为做行情呢我刚才说这个主流币的时候就说了，要顺势而为，只有它有动作之后你再进场，同时呢设置一个止损位比如说我这两条均线呢，一个133，一个100你可以设置一下，或者设置169、133，这都可以把这个均线系统呢当做你的防线。我们做人是要有底线的，做行情同样是有底线，要有底线，没有底线呢就会被敌方肆意的轰炸，肆意的去攫取你的财产。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要做的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更不要伤害自己设置止损就能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指标器在这个指标器里面可以选取多头目前
正在发育的币种，空头目前正在发育的币种，然后是有各个时间级别，这个可以在我的微信群当中啊去获取。然后呢，目前市场上还是板块轮动啊。目前我比较看好的板块啊，包括就是这个 APE 这种 NFT 板块啊，相对来说比较看好啊。今天没有出现新高，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调动作，但是呢，我认为它在趋势上，日线级别上已经做了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它就有可能做出一轮什么呢？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目标位啊，我认为是在9美金附近啊。也就是说，行情它有这个板块轮动的效应。同时呢，我们回到 FIL 这个币种上啊，我们看到 FIL 目前处于相对来说的强势，并且这种强势呢，我们看到它连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都没有做出来，所以 FIL 这种币种呢，虽然我们看在最近一段时间，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较高的啊，但不是绝对的高，所以呢，在这里面啊，我认为 FIL 还有表现机会。同时呢，在参与的同时要设置一个止损，比如说你8块9进的啊，那你8块设置一个止损。这个止损位呢，也是你的底线啊。我认为 FIL 还有 OP 啊，这种会有机会啊，这种都会有机会。但是 OP 目前是领涨的币种啊，它是非常强势的啊，非常强势的币种。OP 呢，很多人说它的空头趋势要来了，我不这么认为。他说跌破啊 1.78 啊，跌破这个4L 级别的低点会往下走，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 OP 目前来看，它要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啊。这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呢，是仿照之前币安平台上 GMT 的走势的，所以呢，我认为OP 还有机会，OP 是这轮行情上的非常重要的上涨币种啊，它还有机会啊，耐心等待它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之后啊，再可以考虑做空它啊。目前来看啊，我们看这里啊，这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啊，这里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还没有走出来，所以它的上涨空间还有，上涨逻辑还在啊，上涨逻辑还在。然后节目最后还是要说一下，我的这本书已经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去买了啊。这本书呢是币圈第一本用《西游记》和《易经》来对 K 线解读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我删除掉了很多的门槛，把 K 线完全拟人化啊。拟人化之后，大家可以用裸线啊去直接对庄家的思维进行破解，走出千人千浪，降维揭秘 K 线底层原理啊。这是一本真正能够让大家获益的书。然后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微信群，感谢大家，再见。